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于9月8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时隔1年半后，桑切斯再度访华。中方表示，愿以桑切斯此访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增添新的内涵。与此同时，挪威首相斯特勒也将于9日开启对中国的正式访问。欧洲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释放什么信号？在中欧关系因贸易摩擦阴云笼罩之际，桑切斯和斯特勒的访问将为中欧关系注入怎样的能量？来看看分析。9月3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将于9月8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还介绍，桑切斯首相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他会见，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同他会谈会见，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访问期间，双方还将共同举办中西论坛、两国企业顾问委员会会议及商务论坛等活动。去年3月，中西两国庆祝建交50周年，桑切斯实现任内首次访华，时隔1年半，桑切斯再次访华，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观察指出，桑切斯连续2年访华，体现了他对中西关系的重视。但今年访华的背景在欧方挑起对中国电动车关税战的关键时刻，而西班牙在此前欧委会的咨询性投票中对加税持支持意见。中方随即对欧盟进口猪肉进行反倾销调查，而西班牙养猪业发达。深圳卫视注意到，由西班牙猪肉生产商、加工商和分销商组成的跨行业农业食品猪肉组织的代表也加入到了桑切斯的访华代表团。据该组织介绍，他们此行的目标旨在加强中西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不少西班牙主流媒体在报道中也提到，电动车和猪肉问题是西班牙的重点关切。西班牙是向中国出口肉类和猪肉加工产品的主要国家。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23年中国进口猪肉总价值约6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西班牙猪肉行业组织表示，西班牙去年对华出口逾56万吨猪肉产品，相当于其猪肉出口总量的20.3%，总价值约15亿美元。西班牙全国生猪生产者协会负责人透露，西班牙企业为了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对猪肉进行大量手工切割，提供在西班牙并不常见的部位。根据西班牙肉类行业协会的数据，内脏占西班牙对华猪肉出口的46.5%，去年超过26万吨。这些猪肉产品正成为中国对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对象。然而，随着中欧贸易摩擦的升级，养猪户对未来感到担忧，害怕在贸易摩擦中成为筹码。事实上，在中方宣布对欧盟进行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后，西班牙就表示希望欧中双方在该问题上有谈判空间。观察指出，这意味着西班牙在欧方对华电动车加税一事的态度上也有谈判空间。西班牙农业、渔业和食品大臣路易斯·普拉纳斯则表示，贸易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希望西班牙猪肉能够避免被加征关税。西班牙猪肉联盟近日表示，将全力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调查，并称相信在调查期限内，欧盟和中国有很多时间来达成一致。这次来访可以说是中欧今年高层交往的一个重要一环。双方也会就各自关心的一些问题做一个坦诚深入的交流。西班牙对于中欧的这种经贸关系，对于双边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对于这个农产品的贸易是非常的关注此前呢，中方呢对欧洲的输华的一些农产品，包括猪肉及其相关制品呢进行了一个反倾销的调查，对于西班牙、欧洲相关的产业有非常大的一个触动作用我想这也是西班牙首相这次访华的一个重点要谈的一个问题。西班牙是欧洲第2大汽车生产国，不少车企将西班牙作为进军欧洲的重要一站。今年4月，奇瑞汽车公司正式落户西班牙巴塞罗那，与西班牙埃布罗公司在巴塞罗那设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电动汽车新产品。西班牙前工业、贸易与旅游大臣雷耶斯·马罗托直言，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而西班牙电动汽车行业起步较晚，期待吸引更多中国相关产业投资落户西班牙，助力该国成为电动汽车行业的领军者之一。中国车企助力西班牙汽车产业转型的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受到西班牙消费者欢迎。西班牙各大门户网站和汽车专业媒体都高调报道多款中国企业生产的电动汽车。西班牙国家报报道称，目前已经有多个品
品牌打开了西班牙汽车市场。此外，西班牙是欧洲第2大汽车制造国，去年总产量为187万辆，但该国也面临传统车厂关停的危机。2021年，日产伊比利亚公司关闭位于巴塞罗那自贸区的工厂，约3000个工作岗位被取消。随后，厢式货车的生产线也从巴塞罗那转移到雷诺的法国工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班牙拥有完善的汽车产业链，企业只需要较少投资就可以启动生产。此外，西班牙能源充足，基本未受到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影响。欧洲现在呢经济状况啊，各方面啊，应该说面临很多问题啊。发展跟中国的友好关系，这种互惠合作的关系啊，对于欧洲当前克服困境啊，走出一条经济上啊、社会上健康发展的这个道路啊是有益的啊。所以呢，双方都有意愿维护好这种关系。中西两国长期保持良好关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介绍，中国同西班牙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坚持赓续传统友谊，深化互惠开放合作，两国关系一直健康稳定发展，惠及双方。今年5月8号，一新欧中列班车义乌马德里线路开行10周年纪念号班列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车，这趟世界上最长的货运班列跨越13052公里，10年来累计开行超过1500列。中西双方的这种良好关系啊，是有助于中欧整体关系的发展。因为西班牙呢是欧洲一个有影响力的重要的国家，中西在很多方面呢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啊，双边呢关系呢一直发展良好啊。中西这种关系的深化，这种合作的深化，当然也会给中欧关系啊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也会呢带动中欧关系的一个发展。近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外界认为与中国电动车产供链对接是他们此时访华的重点任务。比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晚一天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是挪威首相斯特勒。挪威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今年是中挪建交70周年，挪威外交大臣艾德也是2024年访华的第1位欧洲国家外长。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一道，以斯特勒首相此访为契机，赓续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携手绿色转型，推动中挪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挪威是全球新能源普及度最高的国家，被称为电动车王国。尽管该国人口仅有540万，但其电动车销量位居全球第4，在快速充电站建设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数据显示，挪威8月份的电动汽车销量占据了当地94%的市场份额，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不少中国电动汽车出海欧洲市场，也选择挪威作为第1站，因为该国不生产电动车。早在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蔚来就将中国市场之外的首个蔚来中心选址挪威首都奥斯陆。此外，挪威纬度较高，适应挪威市场的车型意味着可以应对严寒的挑战。挪威呢也并没有这个跟随欧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呢发起这个反补贴的这个调查所以这个中挪关系呢这个发展，包括在电动车领域的合作，在其他领域的一些合作也会对中欧关系呢带来一个促动作用。今年以来呢，中欧高层互访呢明显增多，这说明呢双方呢都有意愿去维护好这种良好发展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呢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访华，那您认为他来访有何主要目的？梅西你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今天呢到北京，将与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会晤，然后呢前往上海出席多个商务会议。从行程安排看访华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桑切斯呢去年3月就访问过中国，今年呢又来访华，估计西班牙呢也是期望能有实际的成果。这次访华呢是欧盟宣称要对中国电动车及锂电池加征额外关税之前，中方呢也发出过警报，要欧盟呢执意这么做，那么中方呢也将采取反制措施，其中呢包括对欧盟的猪肉、白兰地和乳制品启动反倾销调查。而西班牙呢是欧洲最大的猪肉出口国，可能因此蒙受比其他欧盟成员国更大的损失。去年中国22%的进口猪肉来自于西班牙，价值呢是12亿欧元。桑切斯这次访华最主要的目的可能是通过务实灵活的外交风格来避免这个中欧贸易战。
西班牙呢，在7月份的欧盟预投票中，与法国、意大利等12个国家投了赞成票。那么这次访华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看他对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有什么样新的表态。美国推迟了对华电动车加征额外关税，欧盟呢还在犹豫。最主要的是，欧美电动车企业离开中国的零部件和电池会大大的增加成本，即便呢有他们的政府补贴，也是无济于事。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和西班牙的双边贸易额从2020年的379亿美元扩大到了2023年的486亿美元，这个增幅呢是28%。中国也成为西班牙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西两国的贸易关系是非常的紧密，我想呢，西班牙也是不想破坏这种氛围，那么首相呢就亲自来北京了。桑切斯访华的第2个目的呢，可能是与中国讨论如何结束俄乌军事冲突。桑切斯曾经表态支持中国的俄乌和平方案。7号，中美商贸工作组在天津举行了第2次副部长级会议。此次会议吸引了普遍关注，双方围绕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就各自关心的政策问题以及两国工商界提出的具体商业问题进行专业、理性、务实的沟通。最近2周，多个中美工作组展开密集磋商，释放何种信号？来看看分析。会议由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与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拉戈在天津共同主持。王受文强调，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王受文表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机遇而不是威胁。中方重点就美对华301关税和造船等产业301调查、泛化国家安全、制裁中国企业双向投资限制、美对华贸易救济、中国企业在美不公平待遇等表达关切，强调理清经贸领域的国家安全边界有助于稳定企业合作预期，反对以产能过剩等为借口实施贸易投资限制措施。双方同意将为各自举办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提供必要支持，在跨境数据流动、检验检疫、医疗保健和妇女健康、医疗器械、清洁能源等领域保持沟通，继续推动中美企业合作对接项目，并增设项目办公室，在20国集团、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机制下加强合作。两国商务部愿与中美企业保持沟通，听取企业意见。就在会议进行的当天，美财长耶伦再度表达了与中方进行互动的想法。耶伦称，现任总统拜登的任期明年1月结束后，他可能不再继续担任财长一职，但在此之前，他或和中方官员再次会面。在他看来，中美之间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对话。耶伦承认，美中在经济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同时我们也需要合作。若未来发生跨境金融危机，美中之间的联系机制很重要。耶伦还提到，美国财政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博近期将很快率团访问北京，继续与中方讨论经济问题。尚博是中美经济工作组的美方牵头人，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该工作组已举行了4次会议。今年4月初，耶伦开启了他在财长任内的第2次访华之行，期间中美举行了多层级、多领域的会谈交流。如今，时隔不到5个月，他再次急于表达访华想法。有分析认为，这与美国在经济以及金融方面承受的巨大压力有着直接关联。美国8月份的就业指标比预想的要差，有人担心经济衰退。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非农业部门新增就业人数为14.2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的16万人，高于7月的8.9万人的数字。美国劳动力市场放缓进一步推高美联储降息预期，美联储定于9月17号至18号召开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计，届时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下调利率，将利率从目前2023年高点5.25%到5.5%区间下调25个基点。不过，美联储降息依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近期，拜登政府将宣布依据301条款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加征关税，这毫无疑问将给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巨大负面冲击，供应链稳定遭到破坏，以及中国可能会采取的反制行动，都有可能会让美国此前通过加息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大打折扣。所以，美方迫切需要和中方保持沟通，想要了解中方的想法，以为最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因为中美2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第1大、第2大经济体，对吧？他们的内部的这个发展啊，都会影响整个的世界格局。他们的关系就基本上决定了这个世界的格局。我以前也一直强调，中美关系啊，它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对吧？它是
今天世界秩序的2根柱子，一根都不能少。如果没有这个中国的配合的话，美国现在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上做不了什么事情。美国原计划于8月1号起，向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锂电池、芯片、太阳能电池、港口起重机等加征关税，但上个月底表示，由于需要更多时间研究各方意见，押后至8月31号公布最终决定。如今这一期限再度推迟。对于延后原因，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主要是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来自行业的1100多条公众意见。事实上，因质疑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加征关税严重损害美国利益，拜登政府于2021年上台之初就开始审查上届政府的相关政策。然而，经过多年的复查，今年5月，拜登政府不仅没有废除或降低原有关税，反而在原有对华301关税基础上，计划进一步提高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等产品的加征关税，其中电动车关税更是从25%大幅调升至100%。根据拜登政府的说法，此举的目的是保护美国公司免受所谓中国过剩产能的影响。然而，美国国内众多被保护对象纷纷站了出来，对拜登政府的保护主义措施发出强烈的反对声音。由173个美国贸易协会组成的美国自由贸易组织，在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封信中表示，为了符合公众利益，应就加征关税一事举行公开听证会，并大幅延长意见征询期。该组织内的许多团体进口并销售来自中国的商品，他们雇佣数以万计的美国人，一旦对这些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很可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广泛的冲击。即便是与中国企业存在竞争关系的美国企业，也并未因关税占到便宜。这次提交意见的包括福特汽车，因为拟加征关税的人造石墨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材料，而福特目前使用的人造石墨几乎完全由中国供应。再比如，美方拟对港口起重机加征25%的新关税，美国弗吉尼亚港务局对此指出，美国港口80%以上的暗桥起重机都由中国制造，若执意施加新关税，美国港口要么只能以更高成本从中国购买起重机，要么只能转而购买质量较差的起重机。美国在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产品出口加征关税的时候，它需要进行国内政策的评估。因为美国的很多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电池制造商，它是离不开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出口的，尤其是中国的石墨出口。但是如果美国加征关税，受损的将是美国的新能源产业。所以美国需要在对中国施压的时候评估给自己带来的副作用，它需要平衡这种副作用和对中国的施压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继8月底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访华后，中美多个领域的对话再次活跃起来。耶伦提出对话前，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波德斯塔自4号起展开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中美气变工作组时隔4个月再聚首。此外，在即将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上，中美两军也将有对话机会。这次美方公布的代表团级别比去年要高，由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迈克尔·蔡斯率团，这显示美方越发重视香山论坛。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还透露，未来几周内，美印太司令部司令或与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对话。中美商贸工作组周6在天津举行第2次副部长级会议。那么这场会议有什么样的信息量？今年底的美国大选又是否会给中美经贸博弈带来新的变数呢？是的，梅西，拜登政府任内，在2国元首的直接推动下，中美围绕经贸领域问题磋商，开设了一套双边沟通机制，分别是涵盖经济、金融与商贸3个工作组。周6在天津举办的中美商贸工作组副部长级会议是年内举行的第2次，第1次会议于今年4月在美国举行。中美商务部的副部长各自率队互访，这本身就体现了中方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去处理中美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商贸工作组之间的对话沟通主要议题不仅仅是2国政府政策面的，更有来自2国工商界提出的具体商业问题。这意味着，在这个双轨对话机制中，既反映中美2国的顶层设计，也包含了2国民间具体经贸交往中遇到的一系列磕磕绊绊。这让我想起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访美时，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他说，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
具体聚焦这场会谈，你会发现问题的关键是美方在把握中美经贸关系时，重点在打的2手牌。一手是泛化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企业、中国商品、中方投资以及对华关税采取的针对性措施。那另一手则是泛化产能过剩的概念。这2手牌都体现了美方对中方的错误认知，甚至是战略误判。这恐怕不能仅仅从国际经济环境下行、各国纷纷筑起贸易壁垒的角度进行研判，更要将美方的零和博弈思维考虑在内。眼下，美国总统大选会是一个不小的变数，一再推迟的加税措施折射出美方的竞选思维。所有来自白宫的政令都要经过竞选团队的选票精算。政策的利弊得失考量，将选举的胜负、选票的多少置于首要位置。如果拿不准，那就索性先盖牌，拖到11月之后再说吧。这恐怕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机遇期，那就是通过民间的及时沟通对表，将中美商界各自的利益诉求反映在美国的选举周期中。未来几个月，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哈里斯，来自各个商业团体的金主票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是选票，更是钞票啊！或者说的更直白一些，眼下的游说成功率是要高于非选举周期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中方对美国国内的选举事务有所插足中方从来不干涉他国内政，更对谁成为白宫下一个主人没有倾向性。只是，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都要聆听来自中美大市场持份者的理性声音。另一方面，中方再次要求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取消全部对华加征的关税。那您是如何来看待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它源自什么认知差异？世贸组织早已做出了裁决，美国的301关税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但美国政府显然并没有将世贸组织的权威性看在眼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就是特别301报告的策源地，曾就对华加征关税征求公众意见。美国国内民众的反对意见是占多数的。然而，即便是不得人心301关税的大棒也依然是高高挥舞着。中美贸易争端的起因要从对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顺逆差的认知构建说起如果中美双方在统计口径、统计原则以及统计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那么大家各自关起门来对着贸易清单摁计算器，也会得出不同的答案。此外，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由2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差额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是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结果。如果要从美国自身的角度去审视，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也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是中美产业比较优势互补的客观反应，是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的结果，更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若从中方的论述来看，我们并没有像美方那样笼统地用中美贸易逆差去审视一个总值，而是加上了货物贸易逆差的具体界定。因为如果要从服务贸易的角度去看美国对中国是长期处于顺差地位的。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单方面追求数字好看全面顺差地位那也要扪心自问一下，当今的美国国内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源禀赋是否能够支撑起这样一个全产业链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呢？要想挣这份钱，得靠本事，不能靠霸凌比较讽刺的地方在于美国人民似乎对这场横亘在中美2个大国之间的关税战持悲观态度。据《纽约时报》自己的报道，美国民众，尤其是企业主，已经在为美国大选之后中美贸易战的延续乃至升级早做准备了。与桑切斯同日开启访华行程的还有新加坡外长维文，这也是新加坡总理黄循财5月就任后首次派出外长访问中国。近年来，中新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多个合作项目走深走实。此次维文访华有何重点议题？在多个场合就中美关系发生平衡的新加坡，又将如何继续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发挥作用？来看看报道。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新加坡外长维文于8号至9号访问中国。新加坡外交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和外交部官员陪同维文访华。今年7月，王毅与维文就曾在东盟系列外长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双方均强调推动各领域合作。此次这个新加坡的高官访华，一个是将传递出新加坡新一届政府将继续推进与中国良好合作的这么一个积极的信号，同时也将进一步的去落实两国领导人之前达成的广泛的共识，那同时也会就这些双方关心的地区和国际局势这些重要问题进一步的深入沟通。那也会就明年双边要共同庆祝这个建交35周年这么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去进行这个探讨共同来推进两国关系进一步的向前迈进。据外交部网站消息，目前中心建有4个副总理级的双边合作机制，分别是涉及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双边合作委员会，以及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3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协调理事会。作为中心两国政府间的首个合作项目，今年也是苏州工业园区成立30周年。该园区已经吸引了10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了248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以苏州3%的面积创造了全市约15%的 GDP。自中新两国建交以来，广东一直是新加坡的重要合作伙伴。早在2009年，新加坡跟广东就成立了新粤合作理事会。新加坡中国深圳智慧城市合作于2019年启动，旨在加强新加坡和深圳之间的数字和商业联系。截至目前，深新双方已累计启动4批48个重点项目，包括深新前海智慧城市合作创新示范园区、深新新能源商用车数字化服务平台项目、中新跨境贸易数据国际互联互通项目等，为新加坡企业开拓大湾区市场以及中企通过新加坡进入东南亚市场创造机会。中新两国开展这个持续的全方位合作是有着良好基础的。从中国来说，中国是世界上第2大经济体，有着广泛的市场机遇。那新加坡呢，它作为这个一个东南亚重要的发达国家，那它也是有这个航运兴旺、金融发达以及贸易便利这些良好的优势。而便利人员往来则是促进商贸合作的基石。今年1月，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协定。在免签政策推动下，截至今年6月，中国访新旅客数已恢复至疫情前的80%水平。新加坡旅游局还与芒果 TV 合作了热门真人秀《花儿与少年好友记新加坡站》，深入揭秘了狮城的新玩法，文化和语言的相通，促进了中新间热络的交流。新加坡作为华人占比75%以上的国家，华语是新加坡文化的特色之一。上个月，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表任内首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时，就强调了华语对新加坡社会的重要性，重申政府对培养双语能力的承诺。新加坡是以英语为共同语言，但我们在本质上是个亚洲社会，不是西方社会。我们都想要保留亚洲人的精神面貌和传统价值观。有分析认为，亚洲价值观是新加坡模式的重要内在价值，道出了亚洲国家无需事事效仿西方这一亚洲价值观的核心思想。此前，黄循财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就曾明确表示，新加坡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而会优先考虑其自身利益。新加坡的许多政治人物在多个场合发声，平衡中美竞争局势。近期，美国加码对华贸易战，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在亚洲前瞻峰会之联合早报对谈上，就对未来中美竞争表示担忧，希望中美在分歧中寻求共识，管控局势。令人担忧的是，两国之间在贸易上的摩擦，最终是否会变成军事上的冲突，那将会是世界上的一场大灾难。所以在中美两国竞争的当时，双方必须通过对话，在分歧中维持一定程度的共识，建立基本的互信，才能避免局势升温。值得一提的是，亚洲前瞻峰会的前瞻2字来自于中新关系的最新定位，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去年8月，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后访问了广州、海南、博鳌和北京，期间中国和新加坡双方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李显龙回国后约2个月，新加坡就举办了首届亚洲前瞻峰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前院长、资深外交官马凯硕则多次向国际社会论述新加坡的国际关系观，呼吁美西方正确看待中国的复兴。在谈及中美关系时，马凯硕多次对西方听众强调，恶华终将失败，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There's a wiser strategy for United States. Instead of trying to stop China, United States should try to work with China to create a world which has enough space for two big powers. 中国与美国都是新加坡重要的战略和经贸合作伙伴。那新加坡不希望在选择合作伙伴上面临要选边站队的这么一个困境。那第二呢，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它是始终奉行在中美之间平衡的这么一个外交政策。那这一灵活的政策也是为它赢得了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那第三呢，新加坡也是作为小国吧，它特别的关注或者关心说要维持这个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以及开放包容的地区秩序，非常担心这个大国竞争可能会导致这个国际局势的分裂对抗。所以说，新加坡领导人也是不断的在国际上呼吁中美两国要加强管控双边的战略竞争，同时他也在积极扮演这么一种角色。新加坡外长维文今天也到北京访问，那您认为这对中新关系有什么样的积极影响？有哪些重点需要关注？新加坡外长维文对中国呢很熟悉，也经常访问中国。去年2月正式访华，3月呢又陪李显龙再次访华。今年7月与王毅外长在老挝见面，现在呢应邀到北京访问。从中新外长会面的频次看，就知道呢中新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保持着密切的高层交往。新加坡外长访华，我认为呢有4个关注点。第一，美国大选在即，中美关系可能又要发生波动。新加坡呢将和中国讨论如何维护中新关系稳定。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今年8月中旬的首个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说，中美日益加剧的竞争是新加坡最大的担忧，有不可控的强大势力正在改变大环境。美国呢为新加坡提供了军事力量，而中国则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与两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是新加坡的首要任务。维文外长呢此次访华可能会与中国交流新加坡如何处理中美竞争的问题。第二，与中国讨论如何发展中新合作议题，包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建设人工智能、数码经济、绿色发展、海洋合作等更多可视化成果，加强智库、学者、媒体等交流。第三，再次重申新加坡将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定反对台独，不允许被任何形式的台独所利用。第四，对中国游客造访新加坡表示感谢，欢迎更多的中国人在10月黄金周到新加坡游历。中新两国呢，从今年2月9日起实施30天互免签证，大批的中国人呢到新加坡旅游，成效显著啊！新加坡旅游局说，从7月开始呢，中国入境新加坡的旅客人数首次超过了疫情前的高峰。第一季度新加坡旅游收益中，中国游客贡献了14.7%，位居第一。一些专家呢给新加坡旅游部门支招，说新加坡旅行社呀要主动到中国拉客，规划最好的旅游线路和内容，把市场做大。维文外长访华可能呢也会谈这个问题，看新加坡的旅行社呀能不能进入到中国市场。俄乌战事焦灼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出访远东，乌克兰总统则到访德国和意大利，并提出获得更多武器和使用北约武器远程攻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要求，但美国带头予以拒绝。乌方要求为何会被拒绝？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来看看报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号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讨论了俄乌冲突和乌克兰战后重建等问题，并承诺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梅洛尼称，北约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已经使俄军进攻陷入僵局，这一局面使和平谈判成为可能。
外界注意到，意大利政府虽然在七国集团和欧盟等框架下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向乌克兰提供 ICMPT 防空系统以及配套使用的约700枚阿斯特30防空导弹等武器，但总额并不大。而且，意大利政府坚决反对在乌克兰领土之外使用这些武器。这与乌克兰政府近期呼吁授权美西方援助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诉求相反。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曾表示，乌克兰使用北约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有可能引发世界大战。泽连斯基在到访意大利之前还访问了德国，在德国西南部拉姆施泰因的美国空军基地出席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这也是他首次与这一机构直接进行面对面会谈。他表示，希望在北约的援助下，于今年秋季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出席同一场会议。对于泽连斯基再次表示乌克兰需要远程能力来打击俄罗斯领土的纵深目标的要求，奥斯汀也予以拒绝。奥斯汀强调，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单一的能力会起决定性作用。但奥斯汀宣布了美国对乌克兰一项价值2.5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计划，其中包括为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提供更多弹药和装甲运兵车。值得注意的是，德国7月份宣布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战机，8月又宣布暂停援助乌克兰，但这次或许是迫于美国的压力。德国政府在同一场会议上宣布，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12门自行榴弹炮，预期今年和明年各交付6门。但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也跟随美国表示，反对乌方使用北约远程武器来袭击俄罗斯纵深地区目标。有欧洲媒体报道称，在上个月的欧盟外长会上，除了意大利、匈牙利、德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都同意乌方请求，但由于欧盟一致原则，相关提议被否决。像美国加上德国、英国、法国，他们都有同样的顾虑，就是我给你的武器啊，你不可以用到乌克兰以外的地区，当然就主要是俄罗斯嘛啊，因为他们都认为说这些武器呢，因为杀伤力比较大，那所以呢，如果用到俄罗斯的话，那可能这个情况呢会比较难以控制，战事扩大。乌克兰自8月6号对俄库尔斯克地区发起进攻以来，首度攻入俄罗斯境内，被认为是取得了自俄乌冲突以来的一项战略性成果。观察指出，乌军在行动中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巡航导弹、远程导弹以及 F-16等攻击性武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乌克兰想要扩大战果，显然需要西方盟友提供更多武器装备，并解除对打击俄领土纵深目标的限制。虽然乌方近日宣布成功测试了国产弹道导弹，其自研生产的无人机远程攻击能达到1500公里以上，并投入实战，但产量和能力远不及北约武器。外界注意到，北约国家自俄乌冲突以来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并且在先进程度、武器射程、杀伤力和打击范围等方面不断松绑，但双方仍在互相测试底线，尤其是远程打击武器更是被视为禁区。美国一直没有松口，认为这将把北约拖下水，但乌方认为北约的限制增大了乌军行动的难度。不完全统计显示，迄今为止，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560亿美元军事援助。事实上，美国以武器支持乌克兰，但却将金钱留在了美国。因为这些武器都是来自美军库存或者向美国军火商采购，他们生产线马力全开，赚得盆满钵满。近日还有美国政界人士透露了更加隐秘的原因。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日前公开表示，华盛顿需要乌克兰的自然资源，因此必须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直到乌克兰能够赢得与俄罗斯的这场冲突。他一再提到，乌克兰人手中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资源是美国的重要资产和终极战利品。此前，他还将俄罗斯人在冲突中的死亡称为我们花过的最值的钱，是美国的一项全面稳健投资。公开资料显示，乌克兰矿产资源主要有沥青、无烟煤、铁、锰、铬、钛、铅、锌、铝、汞、镍等。